Hello， 大家好，我是刘胖。现在在我手上这只手机，应该算是近期我觉得非常特殊的手机的前几名吧。从标题就知道这款是什么，就是 LG 的 Win。它特别的地方在于，直接秀给大家看，它可以这样，直接把萤幕打横，再来一次哦，直接一指就这样滑出来。那我同样，如果你手够大的话，也可以一指就把它合回来，然后一指推出来。这个结构呢，算是目前千篇一律的智慧型手机里面比较有创意的一个做法。它就是融合了这个双萤幕，一大一小。那它外面这个主萤幕呢，是一个6.8寸的20.5:9的 Full HD Plus 的 POLED 的萤幕，它也做到了几乎满版的一个设计。推开之后呢，内侧的这个萤幕是一个3.9寸的 OLED。然后在应用方面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在桌面的阶段，我们合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般的一个界面设计。那推开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底下就是传统界面的布局，上面呢它就有这一个特殊的一个横向，像是专辑封面的翻页式的一个界面的结构。在使用上呢，它也不是只有这种横向的一个单一的方向，像我这样把手机打直，就会发现它其实横向跟直向，它就变成一个左边是一个大萤幕，然后右边有一个小的子萤幕。那这个翻转萤幕的结构设计最直觉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它可以同时执行2个应用程式，像是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所以顶上呢我可以去看 YouTube 影片，那我底下呢就是可以持续去做其他的应用，比如说我要随便点一个好了，示意一下就好。底下比如说我在输入讯息，或者是看其他的 anyway 所有的应用在底下去做执行，那上面呢持续的来播放我的影片。那它是一个多工的做法，或者是在官方的应用范例里面，它也有这样直向的。我在行车导航的时候呢，我可以把手机这样直向的左边显示地图，那右边呢，我可以开启音乐播放器，继续去播放你的音乐。所以它有不一样的一个界面的布局，甚至是说像这样子小萤幕，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可能直向这个宽度比较窄，我用2手在输入的时候，觉得不是那么舒适，那我甚至可以把它这样倒过来。好，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尺寸的键盘。我这样在双手输入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比较方便一些。甚至如果你搭配一些特制的游戏，例如说这边的狂野飙车，你就可以把这个副萤幕呢当做另外一个界面的显示器。像这边它底下就是主要的游戏画面，然后上面呢它就可以用来显示地图。最后来看到这个模式叫做稳定器模式，像我现在在相机界面里面开起来，它是进入这个拍照模式里面，但是当我把这个机器打横的时候，可以发现它的界面就切换了，出现这个稳定器模式。这稳定器模式其实主要有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在这个结构之下呢，你的手持会手势比较自然，所以你拿起来会比较舒适。那自然搭配它的这个相机的稳定功能，你拍起来呢就会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它底下这个界面的部分，可以看到它变成我们真的很像那种电子3轴稳定器的各项功能都做在这边，像是不同的稳定模式，然后它有这个虚拟的摇杆，然后你可以去控制这个画面的移动。所以说拿这只手机在录影的时候呢，它就会提供你一个好像是你在拿3轴的一个感觉，然后录出来的画面呢也会相对比较稳定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稍微测试一下这个稳定器模式所拍出来的效果。从实际拍摄出来的影片来看呢，我在正常的手持然后步行移动的情况下，它拍出来的画面，我没有去特别去稳定我的手机，就是很自然的这样拿着。可是它拍出来的画面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滑顺的，但是也因为它有掺杂一个电子稳定的技术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的模式跟切换到这个稳定器模式的情况下呢，它的画面会有很明显的一个裁切放大。那这个放大倍率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主要是为了否这个电子稳定，还有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虚拟摇杆上下左右的时候可以去调整这个进位构图，所以说它在这个画面裁切上面，我觉得会比一般的手机来得更大一些。但是相对的，它所最终呈现出来的一个画面稳定的效果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既然说到相机呢，我们就来谈一下它的相机规格。它这次的相机规格其实蛮特别的，它是一个3镜头，主镜头呢是6400万画素 f1.8， 广角是78度。那另外2颗呢都是超广角镜头，分别是1300万画素 f1.9， 然后它是117度广角。另外呢还有一颗1200万画素 f2.2， 它的广角是120度。那这2颗广角它有什么差异呢？其实它是为了
符合刚刚我们讲过的这个稳定器模式。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刚刚我们在稳定器模式下可以看到，我手机其实是拿直的，这个时候手机的相机其实是直的，但是我拍出来的画面呢是横的，所以呢，这里面其中有一颗1200万画素的那一颗超广角镜头，它的感光元件其实是横向放置，就是为了否这一个稳定器模式下，它可以拍出这个横向的画面来设置的。那我们在一般模式下拍摄的话呢，它在超广角之下就会使用1300万画素的那一颗广角镜头来拍，所以这算是一个蛮少见的一个双超广角的一个配置。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刚刚都没提到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正面呢是看不到前镜头的？它的前镜头呢使用的也是特殊的一个设计方式，就是升降式的前镜头。像我这样翻转之后，有没有上面就升出来了？所以它是一个自动的电动升降式的前镜头的结构。规格方面呢，我们也快速来带大家 run 一遍。它的作业系统呢是 Android 10，它是支援双卡双待 5G 加 4G。处理器的部分呢是高通的 S765G， 机体的部分则是8加128的组合。那它也支援最高2TB 的记忆卡扩充。在手机外观方面呢，它的尺寸是169.5乘74.5乘10.9 mm， 在体积上面呢，并不算是一款很小很轻薄的手机，但是整体握起来，我觉得手感还算 OK， 因为它整个线条呢还算是圆润。在机身重量方面，它达到260克，也算是比较重的一款手机，所以如果买这款手机的话，就必须了解到它是一个有点分量的一个机器。那在背面的颜色方面，这一次官方的命名颜色叫做羽翼蓝。那在视觉上面也是蛮特别，它整体看起来算是银色，但是你在不同角度上面看起来的话，它像这边看起来就是有点蓝色，但是我稍微转一下角度，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红色的这个颜色出现，所以整个看起来是还蛮有层次的一个感觉。那再加上雾面，它其实你在拿的时候，指纹啊那些也都比较不会去给它粘上去，所以整体看起来算是一支蛮漂亮的手机。最后呢，我们来看到一下这一次的盒装的部分。这次台版的盒装就是一般的白盒，然后在字体的颜色上面呢，也有搭配到手机的这个色系的选择，底下有这个5G 的字样。那打开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配件的部分，也是在最底下啊，最底下有这个传输线，然后充电器，然后这一个是一个 USB-C 转 3.5 的转接头。充电器的部分最高支援到9伏 2.77A。那这个小盒子里面呢，除了有说明书、卡针，然后一个内附的原厂保护壳之外呢，还有附赠这个是保护贴，因为它的它是双萤幕的结构嘛，比较特殊一点，所以它也附赠了这个上下萤幕，就是主萤幕跟子萤幕的一个双片的一个保护贴在里面。好，那这一次的 LG Win 呢，这款手机就帮大家简单看到这边。这款手机预计会在12月1号在台湾上市，售价会是25990元。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手机如何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哦。那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呢，也欢迎帮忙在订阅、分享，也可以选当。我是波胖，我下次见，拜拜。